什么催？告诉林总，我马上就到，堵车堵得要死。你个死老太婆，长没长眼睛？我发型全被你弄乱了，还有这身西装，昨天刚买的。你说吧，怎么赔？明明是你自己挥手打翻了我的蛋糕，怎么还倒打一耙？谁看见了？我看你就是故意来碰瓷儿的。哼！你老太太不去商场蹭空调，没事来挤什么电梯？我今天是来轻松公司面试秘书的。秘书，看到没？我是轻松的副总，老子现在就通知你，你没通过。我管你是什么总，你撞翻了我给我孙子做的蛋糕，你现在应该给我道歉。道歉？老不死的东西，给脸不要脸！你孙子算个什么东西？好意思跟我相提并论？王军，怎么回事？会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才到？林总，都怪这个老不死的，在电梯里拿个蛋糕弄脏了我的衣服，我怀疑他是商业间谍来搞破坏的。滚！听到没？林总让你滚。让你滚！奶奶，你没事吧？乖孙，奶奶一看见你，好得不得了。奶奶，你是林总的奶奶？奶奶，你是林总的奶奶？没错，这就是我孙子。你觉得他能跟你相提并论吗？算老子倒霉，我不干了！辞职就完了？你听好，不光轻松，整个行业没人会用你。我的亲奶奶，您不是说去国外旅游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有事跟我打电话就行，怎么还跑我公司了？我是来面试的，我在网上看你这儿招秘书，正好奶奶给你当秘书。秘书，奶奶您别添乱了行不行？今天刘会长要借咱们公司招待贵客，慕容总和霍教授都要来。这两个小子怎么也没跟我说声？乖孙啊，奶正好给你介绍介绍。奶，您又在说大话。霍松教授可是国内农业界泰斗，慕容川就更不用说了，是浩瀚集团的总裁，你怎么可能认识他俩？奶，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呢。林小北，我等你半天了，你人呢？马上来。奶，算我求您，您自己找个地方先歇歇，千万别乱跑。这曲线，这比例，你今天转性了，居然操心业务了。不过咱们刚起步，数据差是暂时的。你看看这几个模特的曲线，这身材，要是把他们请来直播间，那流量我都不敢想。你看半天就在看这个？现在是流量时代，没美女谁看你的地瓜土豆？小北啊，你跟着哥们儿是真捞着了，今天哥们儿就让你一饱眼福。哇！这腰这身段，哇，这腿这比例，哎呦喂，太勾人了！等着啊，还有第四个，这第四个可是最漂亮的。哇，这位大美女，啥玩意儿？这画风不对啊！你怎么这么照片？奶哪个奶？我亲奶。你亲奶奶？你亲奶奶？哎呀，吴总，人家忘了跟你说了啦，小平今天生病了啦。你怎么不早说？人家以为他跟你说了啦。行，你们都先出去吧。小伙子，奶奶我年轻的时候颜值也是很扛打的，好吧？不过我今天是来面试秘书的。秘书？林小北，你跟哥们说实话，你是不是杀人让他看见了？吴言，你小点声。不是，奶奶，您之前是干哪行的呀？怎么一把年纪了，不在家享福，还要往咱们这个互联网新兴领域发展啊？嗨，我以前啊，也就是随便搞投资，瞎折腾罢了。搞投资？奶奶，你真是说大话不怕闪了腰。吴言，你够了，我奶奶就是来随便看看的。吵什么吵？整个走廊都听见你们在这大呼小叫，前边贵客马上就到了。刘会长，您怎么提前来了？他是谁？刘会长，这是林小北的亲奶奶，说要来咱们公司当秘书的。林小北，你们轻松挂在我商会底下，用的可是我的人脉。待会儿霍教授来了，你让一个老太太坐那儿，
是故意要拆我台是吧？刘会长，您别生气，我奶奶她年纪大了不懂事，她只是……我不管她只是什么，老太太，现在大环境不好，做长辈的帮不上忙，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跑来啃小。不是谁都能像慕容川那样白手起家，你孙子本来就不中用，你还要来当个累赘拖死他？刘会长，我孙子怎么不中用了？慕容那孩子确实优秀，但当年要是没我帮他一把，他能有今天？奶，您快别说了，直播助农圈除了吞象电商，就属慕容川的浩瀚集团了。您怎么可能帮过他呀？求您了，少说两句吧。好得很，真是一个敢吹一个敢听。老太太，您一大把年纪了，可不能口说无凭啊！口说无凭，我手机里正好有视频，发你看完了，可别赖账。奶呀，什么视频？你别闹了。既然老太太有视频，小孙，你加下老太太微信，让她发给你。李小北，你留下来！李小北，我看你是不想在商会混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往公司里带，还满嘴谎话。会长，您快看视频！看什么看？一个老太婆能发什么？一个老太婆能发什么？我的老天爷，这老太婆居然和慕容川有这种关系！如果我能借着她攀上慕容总裁这根高枝，那以后整个电商圈我还不是横着走？刘会长，我这就带我奶奶走，绝不给商会惹麻烦。哎呀，小北啊，你可是彻底误会我了。你奶奶这底子多好啊，就这气质，美颜一推，妥妥的贵妇样，那些小主播根本没得比。您刚才不是说……可什么可？林小北，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大老远跑过来体恤你创业的辛苦，你不懂得感恩就算了，还一个劲儿的把老人家往外边推。你平时就是这么孝顺老人的吗？您明明说他丢了商会的脸，什么时候的事情？谁敢嫌弃老人家？待会儿慕容川先生要参加的交流会，你必须带着你奶奶一起出席。交流会？刘会长，这交流会来的可都是全国的核心商家，我奶她怎么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紧去忙吧。这老太婆太蹊跷，你马上给我去查清楚这个老太婆的来历。是，我马上去。奶奶，哦不，陈大秘书，您以后就在这儿办公。哎呦喂，奶，您这是准备给人写家书呢？奶，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给刘会长发了什么视频？他怎么突然让你去交流会了？什么？交流会？刘会长亲自交代的。没发什么，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一段视频。奶，看来你还真没说谎，你的颜值对老登们简直是绝杀，连刘会长都被你迷住了。行了，无言，今天的带货专场马上就开始了。我让你写的那个农产品直播话语，你到底弄完没有？哎呦，我的林大老板，你这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你让我挑美女，我擅长，那可是几十种滞销的农产品，又要提炼卖点，又要设计逼单环节，我哪憋得出来那么多词儿啊？这活根本就不是人干的。难也得写，话术出不来，主播上去干瞪眼吗？小北，写话术是吧？我会。奶，您就别跟着添乱了。这直播带货的话术跟您平时在手机上刷的那些短视频可完全不一样，里面的门道多着呢。怎么不一样？做买卖不就是吆喝吗？我做了一辈子买卖，怎么就不会写了？哎呦，我的老太太，您不会是打算手写吧？手写怎么了？时代变了，现在谁还手写呀？AI 1秒生成1万字，速度老快了。行了，无言，你跟老人家显摆什么高科技？奶，您在这儿喝喝水，我们真得去忙了。AI 写得快，能写出农民流的汗吗？你们两个臭小子给我搞清楚，咱们做助农是帮老乡把地里的好东西卖出去，光想走捷径，能走得远吗？奶，您这番话确实说到点子上了。连选品都没亲手摸过，就在这儿编瞎话骗人。走，带我去看选品。哎呀，奶，这年头卖货讲的是流量，只要图 P 的够假，美女主播穿的够少，哪怕她手里拿个手榴弹，网友都能当成西瓜抢着下单。拿着手榴弹当西瓜，那我倒要看看你给美女准备了什么西瓜。我倒要看看你这西瓜有多爆汁儿。无言，你这玉米粒稀的，跟我那老闺蜜的牙口一样。你让大美女拿这个剥，买家买回去是吃玉米，还是在直播间跟美女一起给她补牙呢？
好家伙，这西瓜皮厚的能直接拉去防弹了吧？这要是切开，里面估计惨白惨白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西瓜在土里受了多大的冤屈呢。你老实交代，这批货在咱们后台是不是早就差评如潮了？客服小姑娘天天在后台给买家发跪地求饶的表情包呢吧？哎呦，我的老奶奶，您真是神了！咱们后台的差评已经高到客服组天天抱头痛哭了。小北啊，乃知道你心眼实，但你就是心思太单纯了，才被无言这油嘴滑舌的小子给带偏了。咱们是搞助农带货，不是搞擦边、拿劣质品骗钱的无良商家。啊？合着小北是白莲花，我成了急功近利的黑心居师了。走，小北，跟奶去仓库，咱们重新选品。做生意砸了招牌，可就捡不回来了。林总，吴总，前面贵客到了。林总，吴总，前面贵客到了。是霍教授到了，咱们赶紧出去迎接。对，咱们走。小霍这排场搞得还挺大，我倒要看看他这段时间长进了没有。奶，算我求您了，外边这会儿都是人，您就在这里边自己找个地方坐吧。就是啊，老太太，您就大发慈悲，在这儿歇着吧。这傻小子，见个小辈紧张成这样，不让我去，我还偏要去凑凑热闹。林小北，你听见没？他们在说外语，好像是俄语。你看带头的那个霍松，那表情简直要吃人，真不愧是顶尖的大佬啊！你看他们的表情，估计是在商量怎么封杀对手。这气场太吓人了。是啊，人家一句话，一个课题就凉了，咱们还想上去结识？年轻人呐，不要妄自菲薄。老太太，不是让您别乱跑吗？还有，我们这不叫妄自菲薄，这叫有自知之明。您看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说不定正在讨论怎么秘密处置谁呢。就是啊，奶，他们说的可是高端外语，听着就杀气腾腾的。杀气腾腾个屁！他们说的那是德语。德语？老太太，您别瞎说了，人家这是在商量顶级机密，您别在这瞎捣乱了，万一被听见，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还机密？你们这两个傻小子，眼睛如果不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哎，老太太，你什么时候也学会用网络用语了？哼，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真想知道？老太太，你快别卖关子了。霍松正板着脸问他的秘书，他新收养的小奶猫为什么只要一碰，肚子里就一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是不是生了什么大病？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老太太，肯定是您自己瞎编的。你看，是你非要我说的，我说了你又不信。就是啊，奶，人家霍教授这么忙的人，怎么有时间养猫？哼，你们不信是吧？行，我现在就喊他，让他当面跟你们说清楚。我的亲奶奶，那可是霍松，农业界的泰斗，您去就喊。老太太，您差点把我们俩吓死。您要是真上去喊了，刘会长明天就能把我们封杀，我们连喝西北风的地方都没有。瞧你们俩这没出息的样。小北，你们刚才不是还想认识霍松吗？走，奶奶现在就带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哎，我不去。奶，您快消停会儿吧。老太太，我们俩就是个随时会破产的草根，跟人家霍教授的地位那是云泥之别。是啊，奶，人家平时接触的都是顶级的商业大鳄，咱们现在能远远看一眼就已经知足了。确实不合适。哎呦喂，老太太，您终于开窍了。小霍虽然是个晚辈，但他现在风头正盛，今天也是打着视察的旗号来的。我现在要是带你们过去认识他，好像我用长辈的地位在压人家一头似的。奶，我真的求求您了，您能认清一下现实吗？怎么，你们觉得我在开玩笑？我说了，我是来帮你们的。奶，你要是真想帮我，就安安静静待着。人家可是业界泰斗，多少一流企业排着队跟他合作，他都看不上。
我林小北在人家眼里，顶多就是这个。您拿什么去让人家高看咱们一眼？哎，小北，霍松他要是想结识你，那还得看你奶奶我今天的心情好不好。您到底有完没完啊？小北，你叹什么气？奶奶说的都是实话。实话，奶，如果您真想帮我，就求求您消停消停。人家霍松那是身价不可估量的农业泰斗，我们就是一个卖不出去农产品的小老板。小北，你这句话只对了一半。你是一个小老板，但是你奶奶我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奶，您到现在还在说胡话，我求您认清楚现实，是因为我，您才不被人欺负刁难，是因为我，您才有资格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我，您才有了工作。哎，小北，小北，怎么说这也是你亲奶奶，老人家平时电视剧看多了，分不清现实和演戏，你生这么大气干嘛？我能不生气吗？刘会长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他还在这一口一个霍松，要看他的心情。这话要是传出去半句，咱们就彻底死定了。小北啊，你还是太年轻，定力不够，遇到点事儿就毛毛躁躁的，以后怎么帮乡亲们把好东西卖出个好价钱？奶，咱们连乡亲们的钱都快还不上了，你还跟我扯这些？哎呀，小北，你跟老人家较什么真啊？老太太这也是为了给咱们长脸吗？是不是老太太？老太太，既然您都说了，霍教授想巴结咱们，还得看您的心情，那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咱们海城城主赵峰也得给您端茶倒水啊？端茶倒水倒不至于，赵峰这小子倒是经常请我吃饭。我的亲老太太，人家一城之主经常请您吃饭，这有什么好笑的？真是一群没见识的傻孩子。奶，刚才的事我也不提了，但接下来交流会，您必须听我的。小北，你说，这次的助农交流会，虽然是在咱们青松公司的场地办，但其实跟咱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啊，老太太，借用个场地做过场而已。浩瀚集团的慕容川今天也会来，所以奶，算我求您，进去之后，您千万别再开口说之前那些话了，行吗？哎呀，小北，你放心好了，奶奶今天就跟在你后面，光看不说话，绝对不抢你风头。希望如此吧。走，进场。霍教授，您这边请，我就不打扰您了。这果子看着个大红润，品相倒是不错，可惜抗病性太差，没法帮农民真正壮收。要是能跟野生的山金子做个高位嫁接，产量应该能翻1倍。小北，你看那边，奶，那边的角落里有免费的糕点，你就坐在那边，好不好？放心吧，小北，奶答应你了，今天绝对不抢你的风头。无言，机会难得，霍教授随时可能会走，但只要咱们能把名片递过去，咱们合作的那些农商就有救了。拼了，死马当活马医。哎，这是谁啊？霍教授您好，我是青松公司的林小北，这是我的名片。去，让一让！今天这种高端交流会，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拿着破纸片子往前凑？是啊，小霍，奶，您疯了！您在这大呼小叫干什么？那是霍教授，不是什么小霍。老太太，算我求您了，快闭嘴吧！这位霍教授一句话就能让咱们公司从商会出名，咱得罪不起啊！他们踩了我孙子的名片，就是踩了我的脸。刚才是谁喊的小霍？是你？两位老板，实在对不起，我奶奶年纪大了，脑子有点糊涂，我们这就走。走啊！你带个老疯子来砸霍教授的场子，现在跟我说走？保安呢？
把这几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这种档次的交流会，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就走。我看今天谁敢动我孙子！小霍，你身边的人就这么办事吗？死老太婆，我看你是活腻了。霍教授，这种疯婆婆在这闹事儿，我们马上叫保安把她扔出。给我滚！陈老，真的是您？您怎么会在这里？霍教授，给我乃鞠躬。林小北，我肯定是在做梦。小霍啊，一段时间不见，现在出息了，排场也大了。陈老，您折煞我了。您今天来这儿是？没什么，就是陪我孙子来看看。对了，你最近那个大助农项目弄完之后，接下来准备干什么？我暂时还没想好下一步的规划。既然还没有方向，那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奶，您别开玩笑了，霍教授是农业界的天花板，多少企业抢着要，您给他介绍什么工作？你就不怕我给你介绍个小公司，把你的前程耽误了？能让陈老看上的，必定大有前途。这可是你说的啊！来，这是我孙子林小北，轻松电商的老板。你要是没问题的话，以后啊就跟着他混吧。林老板，以后还请多多指教。霍老，您好，我是大丰果业的刘总啊。去年省里的农产品博览会上，咱们还合作过有机果园的项目。您是咱们国内农业科研的泰斗啊，您怎么能去青松公司那种小作坊？你算个什么东西？踩了我未来老板的名片，还敢在这里对陈老指手画脚？霍老，我是为您好啊！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人给我扔出去！通知行业协会，我的农业研究院永久拉黑他的果业，以后全行业的助农直播和供应链绝不允许他踏入半步。霍教授，我错了，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奶，您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什么把戏？我这不给你介绍个懂农产品的干将？奶呀，人家霍教授是农业泰斗，行业权威，怎么可能来给我这个草根打工？奶奶，您跟这霍教授到底是什么神仙关系啊？他怎么对您那么毕恭毕敬的？能有什么关系？你动动脑子，我奶就一特朴素小老太，人家霍教授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是看在我奶年纪大的份上，尊老爱幼，顺着他的话给他个台阶下罢了。小北，你这是看不起你奶奶。我告诉你，当年她……奶，您就别嘴硬了行吗？咱们公司都快揭不开锅了，您一句话就让农业泰斗来当小弟，您觉得可能吗？人家没当场翻脸，咱们就该烧高香了。无言，你干什么？不舒服就去看医生。林总，干嘛？没看到我正忙着跟我奶说话？林总，我刚才已经让助理把我的个人简历以及我团队的科研成就全都发到了您公司的邮箱里，请您抽空过目，给我和我的团队一个加入轻松电商的机会。林总，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您详细聊聊我入职轻松公司的事情。哎，小霍啊，他现在恐怕没空。再说了，你来入什么职啊？他刚才说轻松公司马上就要破产，揭不开锅了，哪有闲钱顾你这尊大佛？奶奶，您说啥呢？怎么，不是你让我认清现实，说咱们公司马上要喝西北风了吗？我可没这么说，奶，您听错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公司现在正是招兵买马的上升期。行了，那我就看你的表现了。小霍啊，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俩好好聊聊。好的，陈老。林总，请。霍教授您请。奶奶，亲奶奶，您快跟我透个底，您和这位霍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以前他搞科研没经费，遇到难处，我顺手帮过他一把。我的天哪，这叫顺手吗？这不是恩人吗？奶奶您这大腿也太粗了吧？这算什么？奶奶，既然您人脉这么广，您认不认识那个最近挺火的演员
季振红。季振红，你问他干什么？哎呦，奶奶，要是您能把他请来咱直播间做一晚助农主播，那销量绝对能翻10几倍。可惜啊，听说这季振红啊特神秘，一般人根本见不到他面儿。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嘴开关了不是？季先生，您好，您好，我是轻松公司的。静好，好久没见，你还是当年那个模样。静好，好久没见，你还是当年那个模样。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奶奶，您居然真的认识季先生？你找我有事？季先生您好，我是轻松公司的吴岩，我想请您喝个茶，顺便聊一下咱们助农带货的合作。您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不必了，我今天不谈工作。静好，这么多年没见，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走吧，我请你喝杯茶，咱们好好叙叙旧。不用了，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怎么，没事就不能见见你了吗？还是说，你觉得咱们俩现在的……你要是非要这么理解也行。哎呦，我的亲奶，人家季振红可是国宝级演员，您好歹客气一点。您要是惹他不高兴了，合作黄了怎么办？季先生，老太太就是脾气直，相请不如偶遇。我做东，咱们去喝茶。我再说一次，不必。静好，咱们这么久没见了，既然你不愿意喝我请的茶，那你请我喝一杯，好不好？有人刚才上赶着要请你喝茶，你不是不乐意吗？他还是算了吧。但是，如果是你请我喝茶，我求之不得。我这就吃上瓜了。我看还是算了吧。静好，当年咱俩差一步就是一家人了，但我现在绝不会嫌弃你，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哎呦我的天，我没听错吧？季先生这是上赶着给人帮忙？行了，别总躲着我了，过来坐下。我知道你也有话想跟我说。完了完了，我奶怎么跟季振红凑到一块去了？这可是千万粉丝的顶流啊！他该不会又胡说八道惹麻烦了吧？林总，怎么了？哦，没什么没什么。霍教授，咱们刚才聊到哪儿了？聊到我具体负责哪块业务。林总，既然我已经入职，我想请示一下，陈老在公司里是负责统筹大局吗？我需不需要直接向他汇报？霍教授，您真会开玩笑。您可是农业界泰斗，屈尊来我们轻松公司，那肯定是技术总指导啊。至于我奶，她就是个挂名的文职秘书，跟在我身边打打杂什么的。什么？您让陈老当秘书？是啊，你也觉得不像话吧？是不像话，真是大材小用啊！会长，查清楚了。怎么样？那个陈静好到底是什么背景？会长，我们都被他骗了。我动用所有关系，根本没有找到陈静好的任何信息。技术部的人说，那视频有可能是换脸伪造的。我就知道，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认识身价千亿的慕容川？会长，那现在怎么办？陈静好是林小北带进来的。我看他们祖孙俩就是想骗取我商会的核心资源，你还愣着干啥？慕容总裁马上到，赶紧把那老太太轰走。会长，这直接轰人不太好吧？废什么话，让你去就去，干不了你也给我走人。我这就去。静好，你跟我说实话，这些年你到底过得怎么样？怎么现在成这样了？我过得挺好的，我现在在我孙子小北的轻松电商当秘书，帮他打理打理生意。当秘书，你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给年轻人端茶倒水，这叫过得好吗？秘书就是端茶送水，你这是哪里来的刻板印象？那个
老太太，别拿手碰展台上的水果，这都是给核心商家和达人试吃的，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一边待着去！滚一边去！姐，你看看，这就是你说的过得好，连个小小的工作人员都敢给你甩脸色。他也就是个干活的，我犯不上跟他计较。静好，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嘴硬。你放心，我现在已经正式签约了浩瀚集团，那可是电商巨头慕容川的公司。只要我开口，慕容总绝对会给我个面子。我立刻请他在浩瀚总部给你安排个清闲的职位。你签约了慕容川的公司，我接个电话。陈老，我马上就到交流会了。我听说您今天也在，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赏脸见我一面？来都来了，那就见见吧。我正好在看这些农产品。静好，你不用在我面前假装业务繁忙，我知道你过得辛苦。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的，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都不在乎，让我照顾你，好吗？你个老太太可真让我好找啊！你谁呀？说话放干净点。季先生，您有所不知啊，这老太婆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什么时候骗人了？还嘴硬！我们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你之前发的视频都是假的。我告诉你，你现在正式被青松公司开除了，立刻给我滚出交流会！真是太猖狂了！你先去休息区，这里交给我。到时候入职，怎么了？需要帮忙吗？没事，我来就好。想走？祝农会马上就要进入核心的供应链签约环节了，他一个骗子，根本没资格留在这里，赶紧给我滚出去！住手！你干什么？刘会长亲口批准我让我奶奶来参加交流会的，你凭什么赶人？林小北，刘会长只是让他出席开幕式，可没让他进核心厂搅局。赶紧带着你奶奶滚蛋，别逼我把事情弄得太难堪。你再碰他一下试试。谁说他没资格？我宣布，从现在起，我奶奶就是我们青松电商的首席顾问。现在他有资格留下了吗？一个快破产的小作坊顾问，也配？刘会长平时就是这么教底下人做事的。陈静好是我季振宏亲自邀请的贵客，你们当众驱逐他，是在打我季某人的脸吗？就是，堂堂商会助理，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你们怎么回事？刘会长，您可算来了！您看看孙助理干的好事儿，这是您安排他来赶人的吗？无言，你别乱说。我平时最敬重的就是刘会长，他怎么会叫人赶我奶奶走？肯定是孙助理拿着鸡毛当令箭，自作主张的。我没有，是会……不是你安排的，难道是我安排的？会长，我错了。哼。不过小孙也是出于好意，接下来的核心签约环节事关重大，他是担心有人不懂规矩，乱了交流会的秩序。老太太，接下来的场合确实不适合您，为了大家好，您是不是先回避一下？刘会长，您这太过分了！刘会长，我看这边好像很热闹啊。没有。刘会长，看来我的话你当成了耳旁风。静好在，我在；静好走，我也走，就这么定了。季先生，这是在表白我奶？我天，真想不到老辈子们还挺纯情的。季先生，您别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您可是国宝级演员，出道至今连个绯闻都没有。现在您当众说您中意一个乡下来的老太太，这就是啊！这年龄差和身份跨度也太离谱了，难道是剧本炒作？怎么，我季振宏中意什么样的女人，还需要向你汇报？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陈静好就是我季某人认定的女人，谁敢给她脸色眼，谁敢欺负她，就是跟我季振宏作对，我绝不轻饶。季先生，您息怒啊！你也体谅我们商会的难处。这农业用地开发权竞标会马上就开始了，我也是怕出了岔子，让老太太离场，完全是为了大局考虑。大局？好，那我就成全你的大局。我宣布，单方面取消与刘氏商会的所有合作协议，另外推掉今天下午农业用地开发权竞标会的所有出席环节，马上清空设备，撤出我们的转播团队。别，千万别呀，季先生！
我错，季先生。刘会长，你是不是在上位坐久了，脑子都不清醒了？你以为你们这破竞标会凭什么能吸引几十亿的投资？没有我手里几千万的粉丝流量池，你这竞标会的关注度就是零，一文不值。季先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您要是撤走，这竞标会就彻底黄了，投资商会生吞了我的。静好，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配不上你。走，我带你离开。我不走。静好，你这又是何苦？我知道你在这个小公司当秘书受了不少委屈，你是不是觉得以你现在的身份跟在我身边会自卑？你放心，我季振宏根本不在乎这些。振宏，你错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自卑了？我不走，是因为我孙子小北今天必须拿下这个农业用地开发权的竞标，我是来帮他的。事情没办完，我哪儿都不去。好，我不逼你。既然你执意要留下来帮孙子，那我依你。刘会长，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了，静好要留下来参加竞标会，谁要是再敢给他半点委屈受，我保证让你刘氏商会明天就在电商圈里彻底蒸发。是，季先生您教训的是，刚才是我有眼无珠。陈老太太既然想参加竞标会，当然可以，我们举双手欢迎。刘会长，你这变脸的速度，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既然你这么有本事，那你接下来就另请高明去给你的竞标会引流吧。那咱们的合作，难道真的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求您高抬贵手啊！合作嘛，那就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要是静好今天在这场竞标会上玩得开心，说不定我心情一好，还能再给你们拨点流量。奶奶，亲奶奶，您简直就是我的神啊！您能不能帮忙，给我牵个线，让季先生来咱们轻松公司当一次助农主播？只要他肯来，别说叫奶奶，你让我叫你祖宗都行啊！行了，以后再说吧。好了，各位贵宾，竞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大家抓紧时间移步内场。死老太婆，别以为有季振宏撑腰你就能翻天。你用假视频冒充慕容总裁恩人的事儿，我可没忘。等他到了，看我怎么让他狠狠治你。我倒要看看小慕容到了会怎么治我。各位现场的老板，本次农业用地与农产品包销权竞标会现在正式开始。第一项，双河镇山药种植公司起拍价100万。无言，这个好，双河镇的山药自带巨大流量。只要咱们能拿下这个，直播间绝对能起死回生。一上来就是明星产区啊！小北，快举牌！110。这个产区的包销权绝对不能碰。双河镇的上游新建了一个超大型的食材加工园区，这批山药早就被重金属严重污染了，连最基本的国标检测都过不了。奶，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快别乱说了行吗？老太太，您这消息是村口大树底下打听来的吧？哎，我路过的时候老见他们冲我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偷偷夸我帅来着？无言，你别跟着瞎起哄啊，还嫌咱们不够丢人吗？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件事有人专门跟我汇报过板上钉钉的事儿。汇报？我的亲奶奶，你这是把自己当成跨国财团的董事长了，还专门给您汇报呢？您咋不说海城城主赵峰也得给您打电话呢？这就是赵峰前2天专门给我说的，还能有假？奶，您别胡说了，这明星产区我不能错过，错过了公司的直播就更没人看了。林总，既然陈老都不建议买，我也建议你绝对不要碰这块地。霍教授，您认真的吗？我奶她就是随口胡诌的。100万第3次成交，恭喜这位老板拿下双河镇山药种植公司包销权。哎呦，完了，奶，你可把我们坑惨了。坑你？陈老这是在救你，好戏还在后头呢。陈老，研究室忽然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去吧。第2项，枣林沟百合种植公司包销权，起拍价50万、60万、70万、 95万。我的亲奶奶，您怎么一口气给抬到95万？奶奶，你们2个小年轻懂什么？枣林沟那地方昼夜温差大，这批百合的入药效果极佳，只要拿下来，转手供给中药厂，利润翻几倍都不止。200万、
200万成交，恭喜这位老板。没钱就别在这瞎叫唤，真把这竞标会当成菜市场了？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奶她老糊涂了，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奶，算我求您了，您可千万别再举牌了，咱们真没这么多钱。各位贵宾，接下来是本次竞标会的压轴环节。在公布最终标的之前，我特意让人从原产地空运了一批刚刚采摘的样品，请大家品尝。奇怪，这口感竟如此软糯，嚼之无渣，完全没有那种粗纤维的塞牙感。这难道是霍教授他们实验室培育的新品种？绝对不是，大棚里绝对种不出这种野性十足的回甘。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地方产的？清凉甘甜，这种级别的品质，无言，别惦记了，咱们卡里那点钱，连这石斛的一点土都买不起。要是没尝错，这是云雾山的铁皮石斛。云雾山全国最大的铁皮石斛产区，那里种出来的铁皮石斛药用价值是普通石斛的数倍。这种东西一旦上市，根本不愁卖，是真正的金疙瘩。各位贵宾，没错，大家刚才吃进嘴里的正是云雾山的野生铁皮石斛，这也是我们今天竞标会压轴的野生石斛崖壁公司包销权，起拍价2000万。真的是，这块包销权啊，不仅货源极品，而且附加值极高，很适合咱们青松公司。奶奶，您冷静一下，那可是2000万起步啊！您可别再一张嘴又抬个几百万。奶，这可是能救命的压轴极品产区，待会儿我来报价，您乖乖坐着，可千万别捣乱了啊！2100万，2200万，2600万。这穷小子疯了吗？拿什么竞拍？2600万！林小北，你那青松公司有那么多的现金流吗？别为了出风头在这打肿脸充胖子了。我既然敢竞拍，自然是有我的底气，就不劳您费心了。呵呵，小作坊终究还是小作坊，即便是再怎么硬撑，能跟真正的大企业叫板吗？我出2800万，3000万，3000万第一次，3000万第二次。3100万，4000万，4000万啊！奶奶，你数得清楚4000万是几个零吗？我的亲奶奶哎，你快把牌子给我，别跟着瞎起哄了。这要是烂在手里交不出钱，我们哥俩下半辈子就只能去桥洞底下睡硬栈板了。抢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胆小？做大买卖拼的就是胆量和魄力，你现在场面上镇住了，别人才不敢跟你抢。这是气势不气势的问题吗？这是真金白银的钱啊，咱们没钱。哎呀，你相信我，这块地的包销权啊，别说刚才那个价，就是花上1个亿也值的，绝对稳赚不赔。够了，李小北，看看你带来的好奶奶，好好的一场全省助农公开招标，被一个乡下老太婆搅花成了笑话。你们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吗？刘会长，各位老板，对不起，我乃参与的竞价由我林小北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大家。林小北，我提醒你，现在可是严肃的竞标场合，全网都看着呢。如果你们拿不出相应的资金，不仅要赔偿50%的违约金，还要被官方问责。你听清楚了吗？小北，你别逞强了，咱们认怂吧。这要是被追究法律责任，咱们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林小北，就为了你奶奶犯的浑，你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彻底搭进去，值得吗？看在你平时一口一个会长叫着我的份上，我就当这老太太刚才是在开玩笑。3100万，这盘我接了。还是刘会长格局大啊，居然替这破产的小公司解围。林小北，今天这事算完了，等下散会，立刻带你奶奶滚回老家去，别再让她出来惹是生非。谢谢刘会长，谢谢您高抬贵手，我一定管好我奶。5000万，奶，你疯了？那是5000万，不是冥币，咱们3个人把血抽干也凑不齐啊！我的傻孙子，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公司账上没钱，你就不知道张嘴借吗？
先把欠条写好，老奶我兜里闲钱多的是，全给你垫上。借？您拿什么借给我？5000万啊！咱们青松公司现在算上全部设备都不够个零头，您游手好闲了一辈子，上哪儿去弄5000万？小北，多大点事儿，至于吓成这样吗？这还叫小事儿？刚才人家刘会长都把台阶铺到您脚底下了，您偏要一脚踢翻，这5000万的窟窿，您让我拿命去填吗？小北，遇事要稳，奶奶既然开了口，就绝对有实力托底。奶奶以前……住口！你这老太婆简直是冥顽不灵！5000万的标，你们要是拍下了拿不出实缴资金，官方马上就会查封青松公司。就因为你这乡下老太的无知和狂妄，你孙子这几年起早贪黑打拼的心血，马上就要化为泡影。你这长辈当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刘会长，林小北，也就是看在平日你一口一个会长的份上，我今天破例给你兜这个底儿，也让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乡下人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5100万，谢谢刘会长，您的救命之恩，青松公司没齿难忘。别高兴得太早，这笔账咱们会后慢慢算。等着锤子落下，立刻把你这扫把星奶奶给我送回村里。我的视线里容不下这种不知死活的累赘。我懂。奶，算我不孝，等竞标结束，我就安排人送您走。真没有能力再护着您了。怎么，怕奶奶拖累你，下逐客令了？我没想赶您走，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好啦好啦，奶奶心里跟明镜似的，把心放宽。奶奶答应过你的事儿，什么时候食言过？还是刘会长实力雄厚啊！5100万的真金白银，眼皮都不眨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行业老大哥。林小北这小子算是祖坟冒青烟了，摊上这么个坑人的老祖宗，要不是刘会长财大气粗拉他一把，明早他就得去跳江。好，现在的最高价是刘会长的5100万，5100万第一次，5100万第二次，5100万准备，6000万。奶，你脑子是不是真的糊涂了？那可是6000万！我的亲祖宗哎，算我求您了，您赶紧回家吧。6000万，咱们俩就不吃不喝干10辈子，也赚不到6000万啊！陈静豪，你是诚心来这儿捣乱的，是不是？你当这是你们村口的菜市场，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吗？我怎么捣乱了？这是官方办的公开竞标会，明码标价，价高者得。我是按着规矩走流程竞拍，到底哪里不合规矩？按流程。好啊，老太婆，那我再给你谱一遍法。在这里恶意抬价，如果拿不出实缴资金，不仅要没收全部保证金，还要移交司法机关负法律责任。怎么，赵助理，你这是瞧不起人，觉得我拿不出这区6000万？你拿得出6000万？你全身上下连500块都不值，拿什么出？拿命出吗？我出不出得起，不劳你操心。不劳我操心？你真以为弄个破假视频冒充慕容总裁的恩人，就能在海城横着走了？我告诉你，做梦！你说完了没有？老太婆，你给我听好了，慕容总裁马上就到，等他本尊来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搁，到时候我要你跪着爬出海城。就是，这老太婆怕不是看电视剧入戏太深了吧？还真把自己当首富阔太了。林小北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这么神经病奶奶，这下算是彻底翻不了身了。保安呢？都死哪儿去了？给我把这3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骗子强行驱逐出去，一会儿别脏了慕容总裁的眼。你们别碰我奶，我们自己走。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一下，既然没人敢再加价，那就立刻给我宣布结果。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赵助理，成全他，直接落锤。我看他等会儿交不出钱，怎么跪在地上求我？好，既然你这老太婆上赶着寻死，那我就成全你。6000万第一次，6000万第二次，6000……我出1个亿，我出1个亿。哎呀，慕容总裁，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带着全商会去门口列队迎接您啊！迎接？我的恩人就在这里。我怎么敢摆谱让长辈出来迎接我？恩人？哎呦，慕容总裁您真会开玩笑。对了，刚才这铁皮石斛的包销权我正准备拍下来，就当是给您接风洗尘的见面礼呢，您何必亲自破费？不必了，我出1个亿，
还有人要竞拍吗？1个亿，第1次、第2次、第3次成交，恭喜慕容总裁！恭喜慕容总裁拿下铁皮石斛。陈老，我听说您需要这块包销权，我已经将它拍下，正式送给您了。送给我奶？6000万就能拿下的东西，你非要花1个亿？这么多年了，你这毛毛躁躁、大手大脚的毛病怎么一点都没改？这浩瀚集团交到你手里，我怎么放得下心？您教训的是，这些年您不在我身边盯着，我这心里总是没底，做事也容易冲动。这多花的几千万，就当是我今天迟到让您受惊的赔礼了。你呀，行吧，那这心意我就收下了。刘会长，刚才在外面，我听说你手底下的人不仅要把我的恩人强行赶出去，还说他是骗子。慕容总裁，误会，这全都是误会啊！我真不知道陈老太太是您的恩人，要是知道，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干呀！都是底下人自作主张。会长，明明是你让我……闭嘴！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陈老，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不值得您费神。对了，您突然大费周章的要拿下这铁皮石斛包销权，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能有什么用途？还不都是为了这臭小子？我孙子林小北现在弄了个叫轻松电商的公司，一心想搞助农带货。我这当奶奶的总得给他备点好货源，不是？慕容总裁您好，我是轻松公司的林小北，久仰您的大名。林总客气了，既然是陈老的孙子，那就是我慕容川的自家人。轻松电商，总裁，轻松电商是海城本地的一家初创电商企业，目前正挂靠在刘会长的刘氏商会旗下。哦，原来是刘会长商会旗下的产业。我先去接个电话。现在陈老不在了，刘会长，你最好原原本本的给我交代清楚，在我推开这扇门之前，你到底对陈老做了什么？慕容总裁，冒昧的问一句，您和我家老太太到底是什么渊源啊？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当年我创业濒临破产，所有投资人全部撤资时，是陈老对我倾囊相助，就绝对没有今天市值1000亿的浩瀚集团。林小北，我听过你的名字。这是我的荣幸。慕容总裁，这是我们轻松电商的助农企划书和优质农产品名录。既然您和我奶奶有这层渊源，我恳求您给我们一个和浩瀚集团合作的机会。只要能打通渠道，我们公司的农户就有救了。不行，慕容总裁，是我们公司的资质不够，还是产品把控不到完？您给我个机会，我可以改。行了，这些事情之后再说吧，我还有事情。之前不是已经说要给我们包销权了吗？是啊，怎么又之后再说了？知道了，看来还是你林小北的企划案写得太烂了。胡言，其实我早该想到的，慕容总裁这种级别的商界巨擘，做事向来公私分明。哪怕我乃当年对他有救命之恩，浩瀚集团也绝对不可能拿自己的商业信誉开玩笑。慕容总裁当众拒绝，其实也是在保全好咱们的颜面。去，立刻调动集团所有的法务和调查资源，把刘氏商会给我查个底朝天。总裁，您是要查刘会长这个人贪得无厌、手段肮脏，去把他们这些年在艾地里恶意打压同行、操纵市场，特别是私自克扣底层农户助农补贴的铁证，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给我挖出来。我要的是能定死他的死证。明白，我马上安排专人去秘密对接收集。还有，立刻以浩瀚集团总部的名义，暗中全资收购轻松电商，把刚才拍下的云雾山铁皮石斛包销权，连同我们集团旗下最顶级的物流链和流量资源，全部打包注入轻松。林小北的助盟事业，浩瀚集团要不遗余力的给他铺路。是总裁，那轻松公司收购的各项事宜，现在需要向林小北先生当面宣布吗？暂时不要声张。陈老既然选择隐瞒身份在他身边，肯定有他的深意。并购的事项压着，暂时绝不能告诉林小北。
是。陈老他老人家心慈手软，懒得跟你这种跳梁小丑一般见识，但我慕容川可没那么大的度量。陈老，您可算来了，见您一面，简直比登天还要难啊！我在这儿等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小赵啊，你也是一城之主了，怎么遇到点风吹草动还这么毛毛躁躁的？说吧，天塌下来哪一块了，把你急成这样？陈老，这次海城的天是真的要塌了，有一股极度凶残的境外资本正在恶意狙击咱们海城100年根基的道地药材产业。哦，境外资本手伸得够长的。这帮海外的吸血鬼极其狡猾，他们套了10几层空壳公司做伪装，暗中接触本地的各大药材加工厂。也没有谁规定药材加工厂不能有海外注资吧？陈老，他们还用黑手段卡死了咱们所有的物流外运通道，联手把中药材批发市场的收购价压到了成本线以下。这帮人是把咱们海城的整条药材产业链一口生吞了呀！哦，趁火打劫，这帮人胃口倒是不小，也不怕这药材的药性太烈，撑破了他们的羊肚子。陈老，现在全城的药农都快活不下去了，加工厂也面临停工破产。陈老，您是一手缔造了吞象电商的助农铁娘子，放眼全国，只有您才有那个实力和资金保护海城的根基呀！陈老，我赵峰代表海城几百万农户，求求您出手救救市吧！小赵，你这是干什么？行了，把眼泪擦干。你堂堂一城之主，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这件事其实我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察觉到猫腻了。您早就知道了？那太好了！陈老，求您赶紧从吞象集团调拨50个亿的资金，咱们先把市场价格稳住，把农户手里的货全都收上来再说啊！小赵，遇到资本围攻，你就只知道拿钱去堵窟窿？陈老，现在这情况，难道不该用资金强行救市吗？钱不是万能的，他们既然是来做局的恶意资本，用钱去硬抗，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会彻底破坏下海城市场本来的生态。那不砸钱，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的救命粮全烂了？陈老，不靠钱，咱们该拿什么救市啊？对付恶人，自然有对付恶人的法子。把心放肚子里，海城的盘子就崩不了。是，我先代表海城百姓感谢陈老。这可咋活呀？那帮外国老板把收购价压得连挖药的工钱都不够，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药田算是彻底废了，物流车全被他们卡死了，外面的收货商进不来。明天要是再不签合同，这批上好的野生药材就真成烧火棍了。贱卖了吧，能换一口稀饭是一口。松本先生，咱们的资本不仅切断了物流，还锁死了所有的加工厂。这帮底层的泥腿子已经彻底崩溃了，明天就会乖乖签下卖身契。这叫暗度陈仓。是，松本先生，您是名震海外的资本大鳄，陈幸好那个徒有虚名的老太婆肯定被您的雷霆手段吓得屁都不敢放。你懂个屁！5年前长白山那一仗，我就是因轻敌差点切腹谢罪。这一次，陈静好这只老狐狸不亮底牌，我绝不出手。这是我和陈静好的最终之战，我要把他彻底踩在脚下，让他永无翻身之日。连赵峰城主都亲自到场了。刘会长能把赵城主请到自己的场地来，手段简直通天啊！赵城主，您能百忙之中拨油莅临，真是让我们这小小的竞标会蓬荜生辉呀！慕容总裁，赵城主，宣布吧。各位海城的企业家，今天借着这个场合，我宣布一项重要决定。经过官方与浩瀚集团的深入磋商，慕容总裁决定将在海城挑选出极具潜力的本土企业，
直接给予浩瀚集团最顶级的资源扶持。小北，你听见没？浩瀚集团的顶级资源倾斜，咱们要是能争到这个契机，库存那点危机算个屁呀！别做梦了，刚才慕容总裁已经当面拒绝了我们的合作请求，你又不是没看见。你傻呀！刚才那是私下里，你借着奶奶的关系去求人家，人家慕容总裁为了避嫌，当然要公私分明。现在可是赵城主代表官方宣布的扶持名单，性质能一样吗？只要咱们数据好，绝对有机会。对，也许真的还有一丝生机。获得本次浩瀚集团重点资源扶持的企业代表是轻松电商。小北，是我们被慕容总裁选中了，真的选上我们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还愣着干嘛？赶紧站起来，谢谢城主和慕容总裁啊！谢谢赵城主，谢谢慕容总裁。轻松公司是我们刘氏商会的核心成员，请赵城主和慕容总裁放心，作为商会的领头人，我一定会严格督促轻松公司，把这份顶级资源用在刀刃上，绝不辜负两位领导的厚爱。且慢，我浩瀚集团目前的战略版图中，并无涉足基层农产品直播带货的打算，因此，关于对轻松电商的这项资源扶持，即刻作废。慕容总裁，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慕容总裁，小北他可是陈老的。赵城主，我自有我的安排。行，按您说的办。小北，慕容总裁这摆明了就是在针对咱们啊！明明名单上都有咱们的名字了，却当众把咱们一脚踢出局。别往坏处猜了，慕容总裁做事向来公私分明。之前我借着我奶那点渊源，妄图去求他合作，他肯定觉得我们在道德绑架。现在他当众拒绝，也在情理之中。那咱们公司怎么办？这下是真的死定了。还看不明白吗？慕容总裁花1个亿拍下包销权送给那老太太，纯粹是为了还当年的恩情，两清了。可那老太太贪得无厌，居然还想借机把孙子和浩瀚集团死死绑在一起。可不是嘛，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现在好了，不仅合作黄了，连最后一点情分也败光了。李小北，这就是你带来的好奶奶干的好事儿！你们祖孙俩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我们刘氏商会丢了这泼天的富贵，我绝对饶不了你们！陈老，请您原谅我的自作主张。刚才在里面，我当众拒绝和轻松合作，是为了将林小北和刘氏商会彻底切割。哦，我已经派人全面调查刘会长的底线，这个刘氏商会手段极其肮脏。林小北绝不待在刘会长手下。等我拔掉这颗毒瘤，会以浩瀚集团的名义，暗中全资收购轻松公司。原来如此，慕容总裁这一手玩得漂亮啊！这哪里是拒绝，这分明是当成自家人在护航了。你这小子做事还是这么雷厉风行。小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慕容总裁刚才当众拒绝了咱们的合作请求，刘会长又放了狠话要收拾咱们，咱们轻松公司这次恐怕是真的在劫难逃了。我不知道，慕容总裁做事果然公私分明，怎么可能因为一点旧恩就跟咱们这种小作坊合作？不行，坐在这儿也是等死，我去找奶奶。你找她干嘛呀？你还嫌他今天给咱们添的麻烦不够多吗？可是之前慕容总裁毕竟为了他眼睛都不眨的花了1个亿啊，万一他老人家还能在慕容总裁面前说上几句话求求情呢？别去折腾他老人家了，慕容总裁那种级别的人物，能花1个亿还一次人情，就已经算是天大的面子了。咱们凭什么去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真就让公司破产吗？破产就破产吧，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亲奶奶，大不了到时候打工养她，
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吧。这老太太跑哪儿去了？可千万别再惹出什么乱子了。陈老，我已经彻底斩断了林小北和刘氏商会的联系。接下来扶持青松公司的顶级流量举份，浩瀚集团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助力。陈老，您运筹帷幄，今天可真是让晚辈们大开眼界啊！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在这儿拍马屁了。小慕容，你今天在会场里配合的不错，这算是帮了我这把老骨头一个大忙了。明白，请陈老放心。我的亲娘啊！慕容总裁和海城城主居然像个小弟一样给老太太鞠躬。无言，你傻站在这儿干什么？找到我奶了吗？小北，你看那边，我的个亲娘啊！陈老，后续的资源和交接我会立刻安排妥当，绝不让您费心。陈老您多保重身体，晚辈先告退了。行了，该忙什么忙去吧。奶，奶，你干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两位是什么人？你怎么敢用那种态度对人家？我什么态度啊？就是这个态度，你拿人家当什么打发呢？那可是慕容总裁和赵城主，你还嫌今天惹的麻烦不够多吗？小北，你想多了，我跟他们关系挺好的。什么叫关系好啊？你知不知道人家一句话，咱们青松公司就得关门大吉？你刚才没得罪人家吧？哼，得罪？刚才他们专门跑过来找我，求我还来不及呢。奶奶，难道您真的有什么隐形大背景？无言，你闭嘴！奶，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清醒？我怎么不清醒了？你还在这说大话！如果他们真的求你，慕容总裁刚才在会场里为什么当众拒绝咱们的合作？他刚才没发吼，纯粹是因为人家有形养，不跟你一个老太太计较。你真以为自己有通天的本事吗？小北，那是因为……够了，算我求您了，认清现实吧。不管您做了什么错事，我是您孙子，我替您扛。但您别再出去乱说了，会出大事的。林小北，你们祖孙俩真是好样的，搅黄了我们刘氏商会和浩瀚集团的顶级合作，居然还有脸待在这里。刘会长，慕容总裁已经明确说了，浩瀚公司不涉足基层直播，这不合作在情理之中，跟我奶没关系啊。胡说八道！慕容总裁摆明了就是对你奶奶不满，才当众打我的脸。要不是你非把他弄进公司，我早就拿到扶持资源了。林小北，今天这笔账我们必须算清楚。你们青松公司别想在海城混下去了。原来是因为小慕容的事情，那看来他不和你合作，还真没做错。陈静好，要不是你在竞标会上口无遮拦，惹恼了慕容总裁，我们刘氏商会怎么会失去浩瀚集团的顶级资源扶持？刘会长，慕容总裁刚才在会场里说得很清楚，浩瀚集团目前的战略不涉足基层直播带货，这纯粹是正常的商业决策，跟我奶有什么关系？慕容总裁摆明了就是嫌弃你奶奶，不好意思说，才在你奶不在场的时候宣布取消扶持，搞得我们商会也下不来台。刘会长，你自己无能，拿不下合作，要把一口大锅扣在一个老太太头上，你这商会会长的位置是靠推卸责任坐上去的吗？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乡下老太婆！奶奶，您快少说两句吧。刘会长在咱们海城直播界可是能只手遮天的人物啊。林小北，我看你是个做直播的好苗子，今天我给你最后一条明路，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把你奶奶彻底赶出海城，我不仅既往不咎，还会把商会最顶级的流量和供应链资源倾斜给你，保你3个月流水翻10倍。但你要是执迷不悟，非要护着这个老太婆，我保证
让你们在海城连一根烂菜叶子都卖不去。林小北，是选前途无量的直播公司，还是选一个只会拖后腿的惹祸星？你自己掂量清楚。小北，要不咱们先服个软，避避风头。不用选了，想通了，想通了就赶紧让他滚。我选我奶。刘会长，我绝不可能为了钱把我奶奶赶出海城。你要封杀，那就封杀。我在此宣布，青松公司从此刻起退出刘氏商会。好孙子，有骨气。不过你放心，他刘会长也没这个本事封杀你。死到临头还在嘴硬，我现在就打电话封杀你们！我要让你们祖孙俩在海城要饭都找不到地方！林总，林总！完了完了，肯定是供应商打电话来催债解约了。刘会长的封杀令发作了。浩瀚集团怎么了？林总，是浩瀚集团，慕容总裁的助理打来电话，正式通知我们青松公司已经是浩瀚集团的一员了。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是浩瀚的一员？你是不是忘记吃药了？编出这种谎话来骗我，你自己信吗？就是，慕容总裁要是真看上你们，怎么可能越过海城鼎鼎有名的刘会长，直接去联系你们这种快破产的小作坊？陈金豪，你果然是个老骗子，先是得罪慕容总裁，现在又跑这儿来演戏，糊弄谁呢？我今天不把你们祖孙俩赶出海城，我就不姓刘。刘会长，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别碰我奶。无言，把那份商会合同拿出来。小北，合同在这儿。刘会长，这份商会拒靠合同，我本来今天是想跟您续约的，但现在不用了。从今天起，我们青松电商正式退出刘氏商会。好，林小北，你长本事了！你以为撕了合同退出商会就完了吗？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立刻通知海城全行业，全网封杀青松电商。刘会长，封杀不了啊！系统刚收到最高级别指令，青松电商现在已经不属于咱们协会的管辖范围了。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敢越过我直接提项？是我。你私扣补贴、恶意打压同行的证据全都在这里。法务部已经正式向经侦报案，你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好好反省吧。把人带走。慕容总裁，我错了，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陈老太太，您替我求求情啊！林总，刘氏商会这个毒瘤已经拔除，从今天起，浩瀚集团正式与青松电商达成独家战略合作，所有的顶级物流和流量资源马上到位，祝我们合作愉快。慕容总裁，谢谢您，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绝不辜负浩瀚集团的资源。行了，小慕容，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带着你的人赶紧回去忙正事吧。是，陈老，那晚辈先告退了。奶奶，您到底施了什么法术？慕容总裁居然对您这么言听计从，您是不是隐藏身份的商业大佬啊？无言，你别在这儿瞎起哄了。奶，您刚才怎么能用那种感人的态度对慕容总裁？人家那是教养好，看在当年的恩情上，顺手拉咱们一把，顺便清理门户而已。您怎么还真喘上了？他清理门户，要不是为了咱们青松公司，他堂堂千亿总裁会亲自跑到这儿来处理一个姓刘的。奶，您就听我一句劝，做人要谦虚。人家给咱们资源，那是人家的格局。你要总是这么摆长辈的架子，万一哪天把当年的那点情分消耗光了，咱们拿什么还人家？小北，你记住，你奶奶我就是你最大的靠山。奶，算我求您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行吗？您以后可千万别在外面说那么多大话了。您不知道我今天听着您说那些话有多提心吊胆。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怎么就成大话了？行行行，我不跟您争这个。
我刚才托朋友订了海城最高级的高山流水钓场，今天我出钱，带您和无言去钓鱼，咱们好好放松一下。高山流水钓场，小北，你发财了！那地方可是实行严格会员制的，光有钱都不一定进得去。朋友帮忙弄的体验券，别废话了，走吧，带你们去开开眼界，也让我奶散散心。我的天，这哪里是钓场啊，这简直就是高档度假庄园。不就是一个挖出来的大水坑吗？弄得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奶奶，这您就不懂了，能来这儿消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大家钓的根本不是鱼，是面子。三位，不好意思，请留步。你好，我们是来钓鱼的。今天钓场不对外开放，里面有贵宾包场了，所有的钓台已经全部关闭，请你们回去吧。空余位置是有，但今天全被一位贵宾包场了。别说你们这几张体验券，就是 VIP 会员今天也进不去。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包场就包场，好好解释不行吗？我倒要问问，里面到底是什么大人物？排场这么大，这位贵宾的身份不方便透露。总之，你们别在这耽误功夫了，赶紧走吧。哟呵，不方便透露。难不成里面坐的是海城首富？就你们三个这副打扮，还想打听贵宾的身份？别做梦了，赶紧走，别在我们高档钓场门口碍眼。你不说出他的名字，怎么知道我们惹不起他？行，既然你们非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明白告诉你们，今天包场的贵宾是咱们国内的国宝级演员季振宏季先生。季振宏，原来是他。听清楚了吧？就是大名鼎鼎的季振宏。小北，咱们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走。确实，既然包场的是熟人，那这事就好办了。他包他的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既然他把整个水库都给占了，搞得连个清静地方都没有，那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奶奶，亲奶奶，您可千万不能走啊！怎么不能走？没有公共钓台，难不成咱们站在这大门口干晒太阳？奶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们轻松电商虽然有了浩瀚集团的资源，但如果能再拉上季先生给咱们带一场货，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您就当是为了小北，为了咱们公司留下来见他一面吧。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当这高山流水的大门是菜市场吗？要撒泼滚回你们自己家去！算这个老太太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上不了台面，主动要走。你看看她这身打扮，几十块钱的地摊货，一身的穷酸气。你说话放干净点儿！你这个人怎么狗眼看人低呢？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奶奶穿的普通，她跟里面的季先生那可是颇有一段故事。没错，季先生要是知道我奶奶现在被你堵在家门口，还被你这么出言侮辱，他非得扒了你这身皮不可。吹牛也不打草稿，给我把这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轰走！尤其是这个穷酸的老太太，居然敢在这儿大言不惭地说跟季先生有故事。我看谁敢动我奶一下！住手！都在这儿吵什么？哎呦，季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惊动您亲自出来了。这外面有几个闲杂人等在这儿无理取闹，我正叫保安把他们清理干净，免得坏了您的雅兴。闲杂人等？季先生，是我们在这儿呢。静好，你来了，我就知道你还记得这里，我就知道你没有忘记我。你瞎说什么呢？谁记得这儿了？我今天是陪我孙子出来散心钓鱼的。既然你包了场，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小北，咱们走。静好，你干嘛这么嘴硬呢？你怎么可能来这种钓场？你费这么大劲儿打听到我在这儿，心里肯定是记挂着我和你这么多年的情分。这是小北朋友给的体验券，纯粹是凑巧，我真不知道你在这儿。哎，奶，您这话可就不对了啊！小北，你跟着捣什么乱？季先生，您别听我奶的，
这调场就是他要来的，还叮嘱我一定要今天来。对，季先生，您是不知道，奶奶一路来有多心神难。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胡咧咧什么？静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刀子嘴豆腐心。来，外面风大，水边凉，跟我去钓台，咱们坐下来好好叙叙旧。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静好是我这辈子最敬重、最在意的人，以后在这海城见他如见我，再敢对他有半点不敬，我让你在海城连个要饭的碗都端不稳。是，我记住了，季先生，我再也不敢了。老夫人对不起，我有眼无珠。小北，你连亲奶奶都出卖啊？你没看刚才老太脸都绿了吗？你懂什么？季先生人品好又有地位，而且你看他刚才护着我奶奶紧张的劲儿，要是真能给我奶找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我这做孙子的也算尽孝了。高啊，林总这波神助攻绝了！走，咱们也赶紧跟进去，看看我这未来的夜钓鱼技术怎么样。这片水域的水质我专门找人测试过，很干净。前几年我想图个清静，就把这整片水库都买下来当私产了。你以后要是觉得在城里待着闷，随时过来，这里永远给你留着位置。买下整片水库当私产，季先生这财力也太吓人了吧！我奶这回可是真遇上好归宿了。买这么大个水坑闲置着，你这钱花的也是够冤枉的。陈老，出大事了！那股境外资本突然发疯，尤其是一家名为樱花药业的企业，忽然开始大肆倾销，全面进攻咱们海城的道地药材产业，底下好几个加工厂已经快扛不住了。慌什么？陈老，我知道这不合规矩，但求您先从吞象集团注资20个亿过来救救急，只要资金一到位，咱们就能稳住大盘。小赵，你记住了，钱不是万能的，用钱去砸，只会把市场彻底搞烂。可是陈老，如果不注资，咱们海城几十年的药材根基就要被这帮外人掏空了，老百姓等不起啊！我说了，不准动用资金去填这个无底洞。对付这种恶性资本，用钱解决问题是最愚蠢的做法。我自有安排，你稳住阵脚就行。刚刚说到哪儿了？这水库怎么了？静好，你就算是想拒绝我，一定要用这么刺耳的话吗？我拒绝你什么了？我说什么刺耳的话了？在你眼里，我买下这片水库就是用钱解决问题，就是最愚蠢的办法。奶，您怎么能这么跟季先生说话呢？人家一片好心，您这也太伤人了。是啊，奶奶，季先生刚才给您弄鱼竿多贴心啊，您就算不领情，也不能夹枪带棒的数落人家呀。你们俩瞎起什么哄？我刚才是在谈正事儿，谁数落他了？几十年了，静好，你为什么连我的一点心意都要这样践踏？静好，你不用解释了，认识大半辈子，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这脾气永远都是这么要强。几十年前我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托了多少关系，想在城里大企业给你安排个体面的工作，你也是这样，死活不领情。那时候我有自己的买卖要做，去什么大企业做买卖，结果呢？折腾了大半辈子，现在老了，连个正经退休金都没有，还要跑到这个小北他初创公司里当个打杂的秘书，一把年纪了，还要靠孙子赏口饭吃，你这又是何苦呢？静好，以前你拒绝我，我可以由着你，但现在你既然来了海城，我就绝对不能看着你继续受苦。浩瀚集团的慕容总裁这2天正好在海城，我现在就亲自给他打电话。虽然我只是个演戏的，慕容总裁未必正眼看我，但我这张老脸还能豁得出去。我去求他，怎么也能在浩瀚集团给你安排一个清闲又体面的管理岗位。奶，您听听，季先生为了您，连自己的面子都不顾了，要去求慕容总裁，您赶紧说句软话，领了这份情吧。你别打。静好，你就算不想领我的情，也不用故意在这个时候接电话来无视我吧。我无视你什么了？我这是真有正事儿找上门了。正事儿？你刚才对我的一番冷嘲热讽，也是正事儿吗？我真心实意的想帮你，甚至愿意豁出老脸去求慕容总裁。你就算不接受，也不该用那种刺耳的言语来攻击我。在你眼里，我的心意就这么不堪吗？我什么时候言语攻击你了？我说的明明是针对海城药材市场的商业原则。你这人怎么总是喜欢胡思乱想？小北、无言，麻烦你们先去外面等一会儿，我想和你们奶奶单独谈2句。行，季先生您别生气，我们这就走。奶，算我求您了，季先生对您一片忠心，您就跟他坦诚点吧，别再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静好，现在没有外人了，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在顾虑什么？顾寒，直接说，市场又出什么状况了？郑红，刚才的事儿咱们确实有误会，你听我跟你解释，这通电话是……够了，不用解释了。不是我太累了，不想再听你这些敷衍的话了。哎，郑红，你先等一下。季先生，您怎么这就走了？小北，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奶奶她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慕容川、顾寒，静好，刚才电话里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商界里翻云覆雨的顶尖人物。她一个打杂的老太太，怎么可能真的认识他们？慕容川、顾寒，景浩刚才电话里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商界里翻云覆雨的顶尖人物。她一个打杂的老太太，怎么可能真的认识他们？难道她为了在我面前维护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已经到了这种不切实际、胡编乱造的地步吗？如果她真的像电话里表现的那么有实力，认识那么多大佬，怎么会被一个狐假虎威的商会助理当众欺负？奶，您到底跟人家说什么了？怎么把季先生气成那样，连头都不回就走了？是啊，奶奶，季先生刚才出去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您没事吧？我能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就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接了个工作电话，他就突然急眼了，说对我失望透顶。接个电话能把人逼走？奶，您就别骗我了。季先生脾气那么好的人，肯定又是您口无遮拦，说了什么伤人的大话。你不信就算了。喂，什么？怎么会这样？好，我们马上回去。无言，出什么事了？小北，出坏事了！公司那边刚打来电话，市场出大状况了，咱们必须马上回公司。走，奶，公司出事了，咱们先回去吧。无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去查了咱们的账户和后台，怎么好端端的公司的资金链突然断裂，直接濒临破产了？小北，出大乱子了！我刚收到行业群里的最新消息。什么消息？就在这短短1个小时内，整个海城的助农企业都遭到了不明境外资本的联合狙击，特别是咱们重点投入的中药材助农板块受创最严重。中药材也被波及了，就连业内的浩瀚集团都没能幸免，他们的助农板块和中药供应链也遭到了重创，损失惨重。连浩瀚集团都被打压了，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可怕资本，能有这么庞大的资金量，可以同时狙击全城的助农企业和中药材市场？不知道，对方动作太快了，咱们青松公司这次恐怕是真的要倒闭了。年轻人，做事情不要这么悲观。慕容总裁，您的意思是浩瀚集团能救咱们海城的助农企业和中药材市场？林总，对方这次是有备而来，调动的资金体量极大。实不相瞒，浩瀚集团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无能为力了。连您都无能为力，那海城的助农产业岂不是彻底完了？林小北，你先冷静一下。虽然局面危急，但海城还没到真正的死局，还有一个人能救海城，还有救星。对，只要这个人肯出手，就绝对有实力力挽狂澜，稳住海城的中药材大盘。赵城主，这位大人物到底是谁？您快告诉我们，我亲自去求他。这位大人物行事低调，他的真实身份我现在还不便向你们透露，时候到了，你们自然会知道。哎呀，赵城主，这都火烧眉毛了，您还卖什么关子？到底是谁有这么大通天的本事？是啊，赵城主，您就透个底吧，只要能救公司、救海城的农户，让我干什么都行。嚷嚷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奶，您先找个地方坐，别打岔。我们正跟赵城主谈救命的正事儿呢。赵城主，您刚才说的那位救星到底在哪儿啊？天塌不下来，你们两个该干着干什么去。是，陈老，我们这就回去。陈老保重。走，跟我去海城最大的中药材批发市场。去那儿干嘛？选品，咱们要做助农直播，货源是根本。今天我亲自带你们去挑最好的地道药材。小北，咱们公司资金链都断了，马上就要破产了，你还不赶紧告诉奶奶实情？咱哪还有钱进货啊？闭嘴！我奶这么大年纪了，平时没少替咱们操心，
现在公司出这么大的事，绝不能告诉他，免得他跟着着急上火。这事儿我来想办法。小北这孩子是真的长大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干什么？静好，你快走，这帮人是来讨债的，别连累你。走！今天你们俩谁也别想走！讨什么债？季振红代言的农产品爆围塌房，全网下架，害我们公司直接损失了10个亿的货款。今天不把这10个亿吐出来，我要你的命！产品塌房？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昨晚突然爆发的丑闻，我怀疑是那股攻击吞象电商的境外资本在暗中做局，故意搞垮我的商业信誉。别怕，有我在。这位老板，我是陈静好，这10个亿的账我来平。陈老，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我这就走。怎么会这样？我完了，我彻底一无所有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只会拖累你了。郑红，你冷静点，刚才那个光头哥不是已经被我打发走了吗？打发走一个有什么用？静好，你不明白，昨晚的塌房引发了连锁违约，我现在背上的债务加起来有10多个亿，10亿呀！不就是10亿吗？你先跟我坐下，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小北，你看那边，奶奶和季先生拉拉扯扯的，这绝对是在约会啊！太好了，季先生这人靠谱，我奶终于开窍了。走，咱们过去打个招呼。奶，哟，奶，买个药材的功夫，还跑出来偷偷约会呢。别瞎说，恰巧在这儿碰上的。恰巧碰上，海城这么大都能遇上，这就是缘分啊！季先生，既然都这么有缘了，我是不是该改口了，提前叫您一声爷爷？小北，别开玩笑了，我这儿还有急事儿，等会儿我就走。走什么呀？好不容易碰上，怎么也得一起吃个饭。您是不是嫌弃我们轻松公司小，不愿意跟我们扯上关系啊？不管，我今天就要认您这个长辈。小北，不是我不愿意，我现在一无所有，身上还背着10多个亿的违约债务，我就算留下来，也只会拖累你奶奶，拖累你们。没关系，就算是10个亿，我也能。郑红，现在这一切都只是表象，只要过了今晚，原本属于你的一切都会回来的。奶，你还是看看这些选品吧，吞象电商和浩瀚集团都自身难保了，你拿什么帮人家？那是因为这场商战根本不是神仙在亲手操盘。奶，我知道你大半辈子吃尽了苦头，你没安全感，所以老爱说大话来掩饰自己，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求你认清现实吧，别再去糟蹋技术的真心了。小北，看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从今天起，你们或许该重新认识一下我了。陈老，奶，这些大人物都是来找你的。林总，下属向上级汇报工作，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上级，说说情况吧。陈老，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松本和彦集中了所有的资金，疯狂进攻海城市场，导致他的大后方极地空虚。我们按照您的部署，一招釜底抽薪，现在已经全面收购了他名下的所有海外空壳公司。陈老，吞象电商成功营造出自身难保的假象，彻底引松本和彦入局。现在资金链已经切断，我也安排了充足的资金，全面支援海城的助农产业和中药材市场。明早一切就能恢复正常。郑红的事儿呢？陈老放心，那些在背后造谣污蔑季先生的黑手，证据确凿，已经全部送进去吃牢饭了。全网的公关文件和澄清声明都已准备就绪。
就等明早季先生亲自出席发布会。干得不错。松本先生，咱们的资金链彻底断了，后方大本营被人一锅端了，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蠢货！在海城能有这种通天手段的，除了陈静豪那只老狐狸，还能有谁？我不甘心，5年前我就栽在他手里，今天绝对不能再输！给我开快点！马上带我去见陈静豪，现在立刻！这种效率，只是干得不错。陈静豪，算你狠，我认输了。认输就认输吧，你还有必要专程跑过来当面通知我一声？你，陈静豪，你别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松本，我安安分分退下来陪我孙子过日子，是你利欲熏心，主动来海城找我的麻烦。你现在落得这个下场，全是咎由自取。我认输了，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你说什么？批发市场太吵，我没听清。放你一马也可以，跪下来，大点声再说一遍。我认输了，请陈老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我原谅你了，我是原谅你了。不过你得问问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肯不肯原谅你？陈静豪，你耍我！我原谅你，是因为我懒得跟你这个手下败将计较。但你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你动用资本恶意攻击海城撞财市场，砸了海城农户的饭碗。你找水军造谣，污蔑郑红，把他逼上绝路。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我丈夫遭遇的那场车祸意外，新仇旧恨，今天咱们一并清算。顾寒，把他交给你了，把所有证据移交司法。我要他这辈子把牢底坐穿。是。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批云雾山野生铁皮石斛是咱们青松公司的选品团队深入原产地，经过严格质检才带到大家面前的。没错，咱们公司的首席顾问陈老亲自定下的铁律，选品不亲自尝过摸过，绝对不上车。3、2、1，上链接！5万单，3秒钟5万单秒空，家人们太热情了！无言，咱们这半年的复购率又创了新高。多亏了我奶当初给咱们定下的那些死规矩，守住了口碑。可不是嘛！自从奶奶给咱们梳理了底层的商业逻辑，又有了浩瀚集团的加持，咱们青松公司现在已经是全国的助农标杆了。老太太那深不可测的眼光，咱们学一辈子都学不完。行了，接下来的场次交由傅博接手。今天周末，咱们早点收工，陪咱奶。咱奶还用你陪？静豪，你终于来了。这大半个月请了我几百次，我要是再不来，岂不是太不给你这大明星面子了？只要你能来，别说几百次，请几千次我也乐意。这片水务我让人专门养护了1年，除了我，谁也没让进。今天就等你来甩这第一杆了。我看你今天这心思，根本就没在钓鱼上。鱼有什么好钓的？只要能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陪着你坐会儿，我就知足了。